哎，小伙伴们，看我拿到了不得了的东西，高驰将要发布的 Vertix 2S， 应该是现在 Vertix 2的升级版。虽然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越野运动员，但是这种沉甸甸的东西还是挺喜欢的。我们拆开看看，哇，足足的厚重感，看。哦，来吧，看看表带，两款，这个是硅胶的，这个和 Pace 系列那个材质，我摸着是一样的，对比一下看看这材质，啊，这个厚不少，然后也宽不少，看这两块表一比，就好像爸爸带着儿子，是不是？我看，但是实话实说啊，是挺沉的。不过呢，我一直觉得，就包括我戴这个 Ultra， 觉得戴手腕上，其实就我的上肢力量还可以。看这边是什么？这儿有一个 information 的号，那这就是说明书呗。应该是一样的充电线，就不打开这个充电线了。那这表带是快拆形式的，刚才看半天，不用摁，直接往里一怼，挺结实。哈，嚯，戴上试试啊！我这真的挺反差美的，有点带劲。我这是银色的硅胶表带。好，开机了。哇，这着实，来，走你。好，现在是日本时间4月19号星期五早晨6点。这块新的 Vertix 2S 手表，电量100%，刚刚从充电器上拔下来。哎，小伙伴们看，我们来到了生驹站，一直跟大家说有一天来这边去登山，今天终于来了，而且是难得的最近的晴天，特别好。为什么今天来这儿呢？看，我们来个特写。这个表跟我特别有冲撞感，因为我手腕太细了。不过你看现在太阳直射，我们可以看着表盘的特写。这也是蓝宝石玻璃的屏幕，然后钛合金的金属圈，清晰度和颜色都挺不错的。这太阳直射，现在是直射的状态。今天用手表的徒步模式，我提前已经把地图放到了手表里，用的高驰的软件，手动一个点一个点打的地图，去到那边的山上。我们今天一会儿我就到了出发点，开表，咱们就走，好吗？走。出发前一天，用高驰的手机软件去做了一个上山的路线图，就是在软件的地图上点，就可以创建一个路线图用来导航。过程中呢，也有一些小插曲，有些地方的地图可能海外地图更新不够及时，本来有路的地方呢可能没有路，但是通过增加一些更紧密的点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另外呢，如果是很热门的路线，也可以下载到很多其他人分享的 GPX 文件，去用高驰的 APP 打开，然后再自己修改。小伙伴们，现在是9点15，电量还是100%。从我早晨跟大家说充到100以后，我在起点附近了，我要开始我的徒步。先把昨天在手机设定的地图、导航图弄进来，看变样了。看高度曲线，上升489米，下降17米，海拔从152到624，总距离2.62公里。之后偏离提醒也打开，心率现在就是手表的光电心率，我没有带心率带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周围可能是有高楼吧 ，GPS 永远不是满的。我现在用的是双频全星座，就是最费电那个模式。它告诉我在这个模式下可以连续导航
38小时，刚爬完楼，心率略高，我们就开始。手表的地图是离线地图，提前在手机上下好。你看，我本来应该是从这儿开始的，但是那边商店街是连廊有顶棚，我们就走到了大概几十米以外的地方。现在应该要向那边走，好吧，走。哎，有的时候用手表导航确实是可以解放双手，不用拿着手机。但是实话实说，看惯了手机那个流畅的、绚丽的画面以后，看这个是有点略微不适应。这是我第2次用手表导航，第1次是去年去福冈要跑步去大豪公园，用的是 Pace 系列。那个时候那个导航在跑步的时候，因为跑步嘛，你一是摆臂，2是快，有时候还得停下来看。这走路徒步的导航就很自如，这看的非常的好用。这是我第1次来生居，这个地方从我家坐车过来只要35分钟，还是挺不错的。这山不高不矮，也不远不近。一开始都是城市的路，大概走1站地才是开始向上走。那我们到山里再说了啊。小伙伴们看这2条路了吗？这边是坡，这边是台阶儿。我昨天用手机的 APP 去规划路线的时候，就是一个点一点点，它就会那个给你规划这个路。然后呢，我刚才走到这儿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我的手表让我这样走，绕一个三角，然后其实呢这样就可以上去。昨天我规划的时候也发现，可能国内会好很多吧。海外的地图在有些地方，本来有路的地方，它的那个地图还没有更新，就手机上的那个地图，所以导致规划的时候会有这种小问题。我们就还是按照它这个地图走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他让我走到这儿，然后这样上去，因为如果是车的话，那台阶上不来嘛。小插曲，还行哈。我发现刚才那个台阶儿也不是他为了让我避开台阶儿，可能在他那个版本的地图上还没有那一小段路，因为刚拐过来以后，你们看全都是台阶儿，这就是上山的路了。拿手表导航有一个好处，第一个就是看得方便，然后第二呢，你看我刚才拿手机拍个照，完了我就搁兜里了，也不影响。要不然你手机拍照，你起来回来去切，有的时候那个地图会杀后台在手机上，然后就挺麻烦的。这样的话，就想看的时候一抬手，还可以。唯一比手机的差一点的就是它没有手机那么的流畅和响应那么快，仅此而已。这受制于设备和芯片，还有屏幕的类型。走。现在剩余距离是 1.87 公里，剩余上升435米，平均速度 2.62， 这应该是公里每小时。已经消耗了50卡路里，50千卡，走了640米，看到一个小神社，这个叫什么？雄鹰大明神，对吧？小鸟居。这一路走来，两边全都是人家，好安静啊！现在正好有一个岔路，导航让我继续往前走，我们试试它的偏航怎么样？好，我已经开始在地图上偏起来了啊！我已经偏了，看它什么时候会提醒我啊！我感觉已经有20米了，实际上。还没提醒啊！哎，提醒了，偏移路线35米。刚才它
滴滴滴响了一下，然后告诉我偏航了35米，但是我没有拍到。咱们这样，我就一直再往不对的方向走，看它还会不会再闪。它不再提醒了，我不知道偏航的逻辑是什么。它又闪了，偏离路线47米。对，它并不会知道我其实是在往回走了。我猜测它是时间间隔，多长时间检测一次吗？还是距离间隔呢？但是距离间隔的话，刚才我往前走的时候，距离第一次它提示我偏航的时候已经过了1倍的距离了。我看看回到既定路线的时候，它会不会再提醒？我马上就要回到对的路线了，红色是对的路线，蓝色是我走过的路线。看我回归路线的时候，它会不会提醒我？后来和高驰的小伙伴请教，首次偏航是20米的时候会提醒，之后如果一直持续偏航，是每2分钟提醒一次。像这种就是我刚才说，登山远足没问题。如果是城市里跑步用这个导航，这个时候有一个提醒会比较好，因为跑步跟现在不一样。你现在我走着看着导航，然后拍着导航都没问题，但是跑步肯定不行。不过这是一块定位在登山探险这种定位的表，这样做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可以基本确定我回到对的路线的时候是没有再提醒我回来的。哎，记圈了啊，走了1公里了。这1公里25分14，因为走走停停加上拍摄，徒步也是有记圈的，默认是1公里。一路都是这种台阶儿。我们继续上山。哎，大家看，虽然刚走了不到一半，看远处已经有山上看山下的感觉了。这儿可能是个小的商业中心，你看有餐厅有旅馆，茶室，这个是看观光生居。我们来到了一条岔路，手表让我走这条路，同时呢，这儿也有路标，也是这条路，生居山上站还有1.5公里。我看看我的表，告诉我还有多少。我的手表告诉我，距离我定的那个目的地还有1.38公里。我定的目的地可能跟它的这个车站不是一个地方，车站可能上去我还要再走。剩余爬升336米。好，我们接着跟着导航走。手表告诉我偏离了航线，不知不觉走到这儿，直到我的手表告诉我已经偏离了航线，所以我们不应该是这么走的。我要看一下导航了，对的，这是沿途的一个历史建筑。那我们要下去了，走。现在感觉真的进入了山路，看边上这儿就是刚才走的那一
去到一个叫什么寺，宝山寺是吗？啊，那是一个寺。距目的地大约还有1公里多一点点，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种路。好像跟导航的还是不太一样，但是它导航的那条路不存在，它导航那条路是在那条路和这条路中间。大家看，蓝颜色是我们走过的路线，刚才右边这条蓝颜色的线是通往那个宝山寺，现在我这个箭头和后边蓝颜色线是我们刚才走的。但是呢，规划的这条路并不存在，规划这条路在这边，看能不能拍一下。所以这是应该是地图的本身的问题。到这儿为止，我们和导航路线又重合了。看看哪边，这个方向，对，就是这条路。前面还有最后一个小的岔口，应该就没有岔口了。这都是坡，没有台阶。哇，看，这晚上天特黑的时候，底下如果灯光很明亮，就特别好看，应该。这个岔路在地图上标记出来了，是不能往那边走的，要往这儿走。手绘的地图，看，有点意思，不知道比例画的对不对。走，小心脚下啊，排水沟。这个路底下是有地下小的溪流的，好多年不爬山了。2公里了。新发芽的竹笋，现在距离终点还有600多米，开始向最后的山顶发起总攻了。又看到了路标，距离我们的目的地生居山上站还有0.5公里。我的表告诉我，距离终点还有535米。那刚才那个路标那儿，它可能就是为了凑一个整数，它没有写到那么具体。就刚才1.5公里的那个地方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多走路，比跑步累。你看这2.6公里的山走下来，我的感觉差不多，就比我每天早上起来训练完了还累。我每天早上起来跑21公里都没有这个感觉，就像去年刚来这边，爬升开始变多以后，跑步也觉得比原来累。爬到现在，我的感受是，这种表在山里会给你那种莫名其妙的所谓的安全感。其实实话实说，这种规模的山，就我这种又短又不高的这种路线，你用Pace 系列，或者哪怕是任何一个可以导航的手表也能导航。但是，一到这个环境下，就这种环境下，这种特别粗犷的这种表，给人的感觉不一样。这个表的海拔图特有意思，就是它会把你走过的那块给变成深色。现在是424/489，就是还有60多米就到了，已经走了1个小时16分钟了，走了2.51公里，消耗了276千卡。我现在心率99，平均速度1.97，比刚才还慢了。现在的坡度8%，就是它这个坡度应该是
累计的平均剩余距离330米，剩余上升65米，可以，距离终点334。喝口水，喝口水。你看，就这种表，在这种地方，这阳光直射的情况下，我看完全没问题。在家里看怎么觉得大，一进到这种野外的环境呢，就觉得特别有那种就粗犷的安全感吧。还行哈。冲刺啦，到顶啦！哎呀，手表正好响，到顶了，到达终点，能拍清吗？停表了。先看看详情。一共走了2.81公里，中途去了2个分叉的景点。去年复合这个就没有意义了，因为这个是远足嘛。你看这儿比较人性啊，它现在是时速，不是配速。最快的1公里的时候是2.4公里每小时，平均是1.93公里每小时，最大心率123，平均心率100。而且这个区也是根据跑步来划分的，所以不用看。累计上升了510米，下降了29米，消耗了315千卡，不需要恢复。这个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参与坡度的运算。其实我体感是挺累的。我们结束。所有操作都跟高驰的其他表是一致的，还是刚才那个画面。运动感受，有些累。好看，还有96%的电。我今天早上起来充到100%，出门跑了3.6公里，之后坐车来到这儿。刚才完成了一次徒步，一共用了4%的电，还可以吧？而且这个表盘肉眼看上去真的好鲜艳呀，在这个光下。小伙伴们，现在是4月23号早晨7点左右。从4月19号早上6点，我带上这块Vertix 2S， 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天了，整整一个训练周期。19号早上起来，因为那天是休息日，早上轻松跑3.6公里，没听歌。然后呢，去登山，2.8公里的山，将近500米的爬升。然后呢，第一个训练日22公里，第二个训练日21公里，第三个训练日昨天17公里，今天11公里，还有2次，大约每次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室内的力量训练。这4次跑步，大概加起来是60多公里，一直在听歌。如果我们按60公里算，按5分的配速就是300分钟。到现在为止，这块手表还有70%的电。我觉得很了不起，因为其实 MP3 播放是芯片一直在解码的，是挺费电的。像不管是 Apple Watch 还是其他手表，听歌不听歌就是2个不一样的电量消耗。当然这块表听歌也比不听歌电量消耗的多，这是肯定的。我就是为了极限压榨一下，所以一直在拿它连这个耳机在听歌。电量还是很满意的，圆满结束这一个周期的测试。虽然明天我还是要训练，但是我们一开始计划好这4天，好吗？不错。愉快的登山远足结束了，好久没爬山了。我们现在马上要去坐缆车，然后下到山下，吃完饭回家继续努力工作。这块表给我的感觉就是稳当、踏实、厚重、带劲。虽然跑步的时候呢，跟 Pace 3的那个极限的轻量没法比重量，但是在山里，在
那种环境下，就莫名的觉得特别有安全感。一旦到了这种全是人类文明的这种地方、开阔的地方以后，这种感觉瞬间就没有了。这个好微妙啊！所以大家要是对登山户外这种事儿有兴趣，平常佩戴这种表的话，我觉得 OK。这个表它还有黑色和深蓝色，配衣服什么的，尤其是男性戴，应该是要比 Pace 3更显得有那种感觉吧？好吧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愉快的一天。咱们下回再见。